赵天柱，属下在。如果我打穿了，修理费小爷可不报销啊！少爷您尽管开火，要是真能打穿，属下今天就把那草人给生吃了。好。将军，贯穿了。爹，怎么样？还能入您的法眼吗？我操，你干嘛？你真是我的亲祖宗！这宝贝叫什么来着？碎发枪是吧？量产，必须量产！有了这玩意儿，咱们还怕什么北方蛮子？老子这就带兵打到他们老家去，把他们的可汗抓回来给咱家看大门。爹，你冷静点儿，这东西手工制作很麻烦的。麻烦个屁！我把军器舰那帮吃白饭的铁匠全调给你，咱大楚无敌了，天下无敌了！碎发枪只是用来听个像的玩具罢了，真正的好东西还得是那尊南无加特林菩萨呀！张铁柱，属下在。你刚才说这枪要是能打穿铠甲，你就干嘛来着？属下吃草人。那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吃！蘸酱油，今天吃不完，老子军法处置你！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此等威力，非人力所能及呀！李凡，此等神器，当真是你造出来的？回皇上，一点小玩意儿不足挂齿。小玩意儿！李公子，老夫在工部干了30年，大楚军器舰的所有图纸，老夫倒背如流。你这没有任何弓弦激光，仅凭一点黑色粉末就能击穿明光甲的铁坛子，你管它叫小玩意儿？朕要让大楚铁骑人手一把，打到极北冰原，让那些蛮子知道什么叫大楚天威。恭喜皇上，贺喜皇上！有此神器，我大楚千秋万代一统天下。你干什么？皇上，草民冒犯的问一句，您的梦想难道就只是10万支这种打一发就要塞半天火药，遇到下雨天还会哑火的烧火棍吗？烧火棍？庶子无知，这等能百步穿甲的神器，你竟敢说落后？这就叫落后！皇上，您的格局太小了。皇上，碎发枪算个屁！来看看这个，这是何物？此物名为南无加特林菩萨。菩萨，不错。所谓菩萨，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而这尊加特林菩萨主打的就是一个物理超度，只要摇把一转，6个清净铅弹就能送敌人极乐升天。皇上，您还要碎发鞘吗？要个屁！爱卿，你这加特林菩萨真能造出来？只要资金到位，图纸上的东西，草民就能让它变成现实。好！王德发，传旨，军器间全归李凡调遣，要铁给铁，要铜给铜。皇上英明。李凡，造这10架加特林需要多少银两？不多，前期的研发、模具开发、机床制造、水利设备搭建，加上高质葱、黄铜和金刚的采购，保守估计500万两白银。臭小子，你疯了！500万两，你这是要拿银子造枪啊？魏版本，咱国库里现在还有多少银子？回皇上的话，前阵子南方水患赈灾，加上镇南王那边又要了军饷，国库现在穷的连老鼠进去都得含着眼泪出来呀！具体还有多少？满打满算不到30万两，连个响都听不到啊！皇上，造枪是重工业，来钱慢，但是赚女人钱那是暴利中的暴利。碎发枪算什么？加特林算什么？明天草民就让您见识一下什么才叫赚钱。李凡，你给老子站住！爹，有话好说。你看看你干的好事！不就是借了厨房几口锅吗？几口锅？整整80口大锅。王妈今早起来炖排骨，连个装水的盆都没找到。那可是伟大的工业革命，你懂什么？放屁！爹，格局打开啊！我开你奶奶个腿！哎呦我去！将军，少爷又怎么了？这败家子融了铁锅，还把毛侧墙刮成皮，是不是中邪了？笑什么？没文化！刮毛侧墙那叫提取硝酸钾。什么硝啊碱啊！老子看你是欠打！等等，这啥玩意儿？你花80口铁锅就融出来这么个烧火棍？爹，你不能侮辱我的作品。
这叫碎发枪。少爷，您别逗了，这玩意儿连个刃都没有，拿来敲人吗？少爷，咱真的要熔锅吗？被老爷知道会被打断腿的。少废话，扔进高炉里。赵铁锤，拉风向，把温度给我顶到1500度以上。少爷，我不行了，我胳膊要断了，断了也得拉，这可是工业革命的第一环。模具干够了吗？干透了，少爷。开炉，浇筑。少爷，这水力陶床到底是个什么鬼啊？这是利用齿轮传动，将水轮的圆周运动转化为钻头的旋转运动。手摇车床跟上，必须保证内膛的光滑度，误差不能超过0.1毫米，不然子弹飞出去就不知道拐到哪个丈母娘家了。没有弹簧钢，老子自己搞。赵天柱，你平时最引以为傲的，是不是你身上那套明光铠？那是自然，这可是咱们大楚军器间最高手艺，千锤百炼。莫说是寻常刀剑，就是50步外的强弓硬弩，也休想伤我分毫。好，脱下来，穿在那个草人身上。少爷，您这是要干嘛？我要用这根残疾烧火棍，在100步之外给你的明光铠开个窟窿。少爷疯了，就凭这根铁管子，你要是今天弄不破那铠甲，老子就把你塞进这铁管子里发射出去。一言为定。少爷，俗话说一硝二硝三煤炭，您直接搅和不就行了？干嘛还要倒烧酒啊？第一，精确比例是硝石75，硫磺10，煤炭15。第二，干粉混合容易粉尘爆炸，砰的一声，咱俩就贴墙上抠都抠不下来了。加料酒10法造粒，等阴干碾碎，内部会有微小孔隙。孔隙有啥用啊？能让氧气充分接触，燃烧速度指数上升，爆炸威力翻倍。赵天柱，属下在。如果我打穿了，修理费小爷可不报销啊！少爷您尽管开火，要是真能打穿，属下今天就把那草人给生吃了。好，时代变了哟，大人们。去看看。将军，贯穿了，这是神明降下的雷霆吗？爹，怎么样？还能入您的法眼吗？我操，你干嘛？爹，你干嘛？祖宗，你真是我的亲祖宗！这宝贝叫什么来着？碎发枪是吧？量产，必须量产！有了这玩意儿，咱们还怕什么北方蛮子？老子这就带兵打到他们老家去，把他们的可汗抓回来给咱家看大门。爹，你冷静点儿，这东西手工制作很麻烦的。麻烦个屁！我把军器舰那帮吃白饭的铁匠全调给你，咱大楚无敌了，天下无敌了！碎发枪只是用来听个像的玩具罢了，真正的好东西还得是那尊南无加特林菩萨呀！张铁柱，属下在。你刚才说这枪要是能打穿铠甲，你就干嘛来着？属下吃草人。那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吃！蘸酱油，今天吃不完，老子军法处置你！哎，走，乖儿子，跟爹去书房，咱们好好聊聊这个量产的问题。对了，你刚才说那火药是怎么配的？要加烧酒是吧？爹这里有30年的女儿红，够不够？兔崽子，别睡了，跟我去面圣。你是我亲爹吗？这都几点了？周扒皮也得让人睡个囫囵觉吧？我白天刚给你搓完枪，手上的泡还没破呢。睡什么睡？皇上连夜派了800里加急传你进宫，你那把碎发枪我已经让人连夜送进宫了。送就送呗，大惊小怪。少废话，赶紧穿衣服。今晚要是应对的好，明儿你就是大楚的兵部侍郎。这不可能！此等威力，非人力所能及呀！臣李振国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草民李凡见过皇上，免礼！都什么时候了，还搞这些虚头巴脑的？李凡，此等神器，当真是你造出来的？回皇上，一点小玩意儿不足挂齿。小玩意儿？
李公子，老夫在工部干了30年，大楚军器剑的所有图纸，老夫倒背如流。你这没有任何弓弦激光，仅凭一点黑色粉末就能击穿明光甲的铁坛子，你管它叫小玩意儿？你这是在侮辱老夫30年的专业素养。王大人，不是我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军器师各位都是垃圾。你狂妄！好了，你先闭嘴，李凡。朕不管你用了什么仙家法术，这碎发枪朕要了10万支，1年之内给朕造出10万支。朕要让大楚铁骑人手一把，打到极北冰原，让那些蛮子知道什么叫大楚天威。恭喜皇上，贺喜皇上！有此神器，我大楚千秋万代一统天下。你干什么？皇上，草民冒犯的问一句，您的梦想难道就只是10万支这种打一发就要塞半天火药，遇到下雨天还会哑火的烧火棍吗？烧火棍？庶子无知！这等能百步穿甲的神器，你竟敢说落后？这就叫落后！皇上，您的格局太小了。那依你之见，什么叫格局大？皇上，碎发枪算个屁！来看看这个，这是何物？此物名为南无加特林菩萨。菩萨？不错，所谓菩萨，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而这尊加特林菩萨主打的就是一个物理超度，只要摇把一转，6个清净铅弹就能送敌人极乐升天。你这不就是把6根铁管子绑在一起吗？6根管子一起点火，那岂不是要把开枪的人给震飞出去？而且这如何装填？王大人问得好，这就体现出你知识的匮乏了。听好了，这可不是同时发射，而是手摇式旋转连发机制。看到这个中心轴没有？它的核心是一个圆柱形的机匣，机匣内壁刻有复杂的螺旋图轮槽。皇上您看，当士兵转动后面的摇把时，齿轮带动整个枪管组和内部的枪机一起旋转。重点来了，枪机上有一个凸耳，正好卡在机匣内壁的螺旋图篮槽里。然后呢，当枪机随着枪管旋转时，因为图轮槽的形状是弯曲的，它会强迫枪机做前后往复运动。想象一下，枪管旋转到正上方时，上方这个重力漏斗供弹匣里的子弹就会因为重力自动落入枪机前方。接着转，枪管转到侧面，枪机被储轮槽推着向前，把子弹推入枪膛并完成闭锁。砰，转到正下方，激发机构触发，火药引燃，砰，子弹发射。继续转到另一侧，枪机被拉着向后退，抽壳钩，将废弹壳抽出，依靠重力抛出枪外，装弹，闭锁，激发抛壳，4个步骤在6根枪管旋转的一圈内，由机械结构完美分配自动完成。只要你手摇得够快，它就能源源不断的倾泻火力。碎发枪1分钟能打3发就算神枪手了。皇上，这尊加特林菩萨一吸3600转大慈大悲度世人，1分钟能把200颗子弹呼在敌人的脸上。什么明光铠，什么铁符龙，在加特林面前，通通都是一张纸。精妙，太精妙了，巧夺天工，利用旋转带动进退，完美解决了装填慢的难题，天才！皇上，您还要碎发鞘吗？要个屁！爱卿，你这加特林菩萨真能造出来？只要资金到位，图纸上的东西，草民就能让它变成现实。好，王德发，传旨，军器间全归李凡调遣，要铁给铁，要铜给铜。皇上英明。李凡，造这10架加特林需要多少银两？不多，前期的研发、模具开发、机床制造、水利设备搭建，加上高质葱、黄铜和金刚的采购，保守估计500万两白银。臭小子，你疯了！500万两，你这是要拿银子造枪啊？魏半半，咱国库里现在还有多少银子？回皇上的话，前阵子南方水患赈灾，加上镇南王那边又要了军饷，国库现在穷的连老鼠进去都得含着眼泪出来呀！具体还有多少？满打满算不到30万两。30万两，连个响都听不到啊！皇上，这加特林虽然精妙，但要求极高的加工精度。单是打磨那6根枪管和那个复杂的机墙，耗费的人力物力就是天文数字。500万两，李公子并未多要。皇上，没钱你说个锤子！别收！给朕点时间，朕这就下旨加征商税。实在不行，朕把这后宫里的金银器银全融了。皇上不可啊，加商税会激起民变的。皇上，搞钱嘛，何必压榨穷苦百姓？2类人的钱最好赚，怕死的老人
爱某的女人。爱美的女人。皇上，这造枪的500万两，草民帮您出了。不仅帮您出，草民还能让您的私库赚得盆满钵满。不过，草民需要一个身份尊贵的合伙人。谁？当今皇后娘娘。你要找皇后合伙，搞什么？皇上，造枪是重工业，来钱慢，但是赚女人钱那是暴利中的暴利。碎发枪算什么？加特林算什么？明天草民就让您见识一下什么才叫赚钱。少爷，你要是再折腾下去，老爷真会把您塞进那个叫加特林的铁管子里，发射出去的。科学的道路上总是布满荆棘，区区几顿打算什么？皇上那个穷逼，500万两银子都拿不出来。想要搞军工就得先搞钱，想要搞钱就得精准收割高端客户。赵铁柱，你知道这世界上什么人的钱最好赚吗？不知道是那些贪官污吏吗？错，是女人，尤其是那些有钱有闲，每天对着镜子伤春悲秋的后宫女人和世家贵妇。大楚的青铜镜照出来的人影黄不拉几，扭曲变形，自带10级劣质复古滤镜，活人都能照成黄脸婆。今天少爷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魔法。这是我昨晚连夜去老爹书房，把大楚唯一一盏西洋进贡的8角琉璃宫灯给砸了，硬生生抠下来的几块平整玻璃。为此，我爹差点抽断了第2根的马鞭。少爷，您把这西洋琉璃砸了，就为了做个照妖镜？这叫银镜，懂不懂？仔细看好了，这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嘿嘿，这罐子里装的是硝酸银溶液，怎么来的？当然是用硝酸溶解了老贴藏在床底下的私房银锭。老爷的私房钱，少爷这是在作死的边缘疯狂刺探啊！哼，看仔细了，铁锤，这叫银镜反应。哎呀，坏了坏了，变脏了！慌什么？这叫氧化银沉淀。等等看，啊，这沉淀怎么没了？这叫生成了氢氧化2胺合银聚合物，也就是托伦试剂。最后一步，加入还原剂，这里面是高浓度的葡萄糖。铁锤，拿热水盆来，水浴加热。少爷，您是不是失手了？这不就是一滩糖水吗？屏住呼吸，见证历史。大功告成！啊，鬼啊！鬼你个头！那是你自己的脸。这怎么可能？青铜镜照出来都是糊的，这神镜竟然连我昨晚长的痘痘照得这么清楚。这叫水银，呸！这叫纯银镀膜高清水晶镜。光有镜子还不够，想要掏空女人的钱包，就得一套连招把他们打懵。少爷，那不是夫人当年陪嫁的南海东珠吗？你要干嘛？老妈的珍珠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拿来支持一下儿子的创业大计。我的少爷呀，您这是作孽呀！心疼个屁！这叫纳米级珍珠粉提纯。注意细节，赵铁锤。芦荟切开后，边缘流出的这种黄色汁液叫大黄素，对皮肤有强烈的刺激性，会导致过敏烂脸。而黄瓜榨汁不仅能补水，还能镇静肌肤、收缩毛孔。最后一步。
大楚第一片黄瓜珍珠高定保湿面膜出炉！哈哈。唉，娘娘，您叹什么气呢？您可是母仪天下，那狐妹子再嫩也越不过您去。本宫老了，皮肤干燥的像深秋的落叶，就算涂上最贵的西域贡粉，也总是浮粉卡粉。皇上已经连着3天没来坤宁宫用晚膳了。皇上驾到！快把那盒珍珠散粉再给本宫铺一层，别让皇上看出本宫的憔悴。臣妾参见皇上。皇后免礼。梓潼啊，朕今日给你带来了一个奇人，草民李凡，镇国将军之子，见过皇后娘娘。娘娘万福金安，容颜永驻。大胆狂徒，竟敢直视凤眼！你死什么死？活腻了吗？娘娘，草民心痛啊！你心痛什么？草民心痛娘娘如此天姿国貌、母仪天下的容颜，竟然被这后宫干燥的空气和劣质的铅粉给糟蹋了。娘娘，您是不是最近觉得皮肤紧绷、起皮、上妆不服帖，眼角甚至出现了几丝假性干纹，肤色暗沉，没有光泽？你怎么知道？放肆！你一个外男，竟然敢妄议娘娘的容貌！皇上，此等登徒子，当拖出去杖毙！容嬷嬷，不得无礼。李坟，你且说说，你有什么解决之道？你今天要是敢忽悠朕的皇后，朕扒了你的皮！草民不敢。娘娘，您之所以觉得肤色暗沉，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被您梳妆台上那面破铜烂铁给砌出来的。大胆！那可是波斯进贡的顶级青铜打磨而成。破铜烂铁就是破铜烂铁。娘娘，今天草民就让您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照见真我，请娘娘过目。这是本宫。妖术，这是妖术！娘娘快闭眼，这妖精会摄取人的魂魄。摄你个大头鬼啊！容嬷嬷，你那是怕被镜子照出你脸上的大褶子吧？承认别人优秀有那么难吗？你都给本宫闭嘴！神物，真的是神物啊！皇上，此等神物，您是从何处得来的？梓潼啊，这可是李凡这小子亲手造出来的。不过这只是前菜，李凡还不把你的正餐端上来？得嘞。娘娘，镜子只能让您看清问题，而这罐黄瓜芦荟珍珠高定保湿面膜，则是解决问题的终极答案。这又是何物？娘娘，女人如水，这肌肤老化的根本原因就是缺水。您天天往脸上涂那些干巴巴的铅粉，不仅吸干了脸上的水分，那些重金属还会加速老化您的容貌。大胆，狂妄小儿！你能不能闭嘴，当个安静的 NPC？ 而草民这片面膜萃取了极品汇的补水精华，百年黄瓜的镇静因子，还加入了10万两白银一串的南海东珠打磨成的纳米粉末，以及长白山野生蜂蜜。只要将这片吸满精华的丝绸敷在脸上，1炷香的时间，它就能将源源不断的水分和营养强行压进您的毛孔深处，让您的肌肤重焕新生，宛如剥了壳的鸡蛋一般水嫩光滑。真有这么神奇？草民愿以项上人头担保，当场一试。翠儿，卸妆，洗脸。翠儿姐姐，用手拿捏住丝绸的边缘，轻轻提起来，对，不要低下来。然后对准娘娘的眼睛、鼻子和嘴巴的孔洞贴上去。冰冰凉凉的，还有点清香。接下来用手指轻轻按压边缘，挤出多余的空气，让面膜死死贴合在皮肤上。对，
这就是封闭式护肤原理。好了，现在我们需要等待一炷香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皇上、娘娘，咱们来谈谈一笔大买卖。买卖？不错。皇上没钱造我的加特林，那就只能通过这后宫来搞钱了。大胆李凡，你竟敢把主意打到后宫娘娘们的身上！容嬷嬷，你是不是想去刷公桶？娘娘圣明，娘娘，您刚才也体会到了这镜子和面膜的神奇。如果我们把这两样东西卖给京城那些世家大小姐，您觉得他们会疯狂吗？没有哪个女人能拒绝这两样东西。如果本宫是他们，倾家荡产也要买。全对，但这玩意儿我不打算在大街上随便卖。我们要搞就搞高端饥饿营销。何为饥饿营销？物以稀为贵。首先，这东西不能叫商品，得叫贡品。既然是合伙，我就斗胆请皇后娘娘出面，在御花园举办一场大楚第1届名媛高定茶话会，把全京城2品以上大官的夫人、女儿，还有那些首富的太太，全给我请来。借着娘娘的威势，先把逼责拉满。其次，我们推出 SVIP 黑金卡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镜子和面膜不是你有钱就能买的，必须先花1000两白银办理一张我们大厨美妆堂的黑金会员卡，才拥有购买资格。1000两，只为买个资格？你这是抢钱啊！他们脑子有病才会买。皇上，你不懂女人，在这群贵妇圈子里，攀比才是第一生产力。户部尚书的夫人有一面仙镜，兵部尚书的夫人没有。她晚上能睡得着觉吗？她就是砸锅卖铁，也得逼着她老公贪污去给她买一面镜子，限量发售100面，每一面后面都刻上编号，从001到100。编号001的镜子起拍价1万两白银。面膜属于消耗品，1个月只卖500片，先到先得，黑金会员优先限购。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卖身份焦虑。我们要让全京城的贵妇觉得，如果没有我们的黑金卡，没有用过我们的面膜，他们就不配在这个圈子里混。他们连参加茶话会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高，实在是高啊！时辰到，翠儿姐姐，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从下往上轻轻揭开，梓潼，你这简直是返老还童啊！真的，是真的。李凡，草民在。你刚才说的那什么大厨美妆房和黑金卡制度，本宫投了。不就是办个茶话会吗？本宫明天就把请柬发到全京城府上。本宫不仅要办，本宫还要带着这面001号的银镜素颜出席。本宫要让那些整天在背后嚼舌根的黄脸婆们极度的发疯。合作愉快。重返18岁，皇后娘娘莫不是魔怔了？发布会，联合创始人，听着怎么这么邪乎？不管邪不邪乎，皇后娘娘亲自下帖，谁敢不去？快把我那套御赐的头面拿出来，明天绝不能被他们比下去。前面的马车别挤，注意保持车距。说你呢，户部尚书家的车夫，懂不懂什么叫倒车入库？哟，
这不是镇国将军家那不学无术的李大公子吗？怎么，你爹不管你，跑到宫里来当门童了？娘，这所谓的茶话会居然是李凡操办的，简直拉低了咱们的身份。赵夫人、柳小姐，欢迎来到大楚第1届名媛高定 Met Gala。不过，在走红毯之前，草民得先验资。验资？瞎了你的狗眼！我夫君乃当朝户部尚书，掌管大楚钱粮，你敢查我的资？少爷，这黄铜片子切得四四方方的，有什么用啊？这叫 SVYP 黑金卡，是身份的象征，是割韭菜的无上利器。看好了，怎么把一块破铜烂铁做成让人高攀不起的样子。这叫金属锌刻工艺。现在我要在蜡层上刻字，把需要腐蚀的图案和字体刻出来，露出底下的黄铜。然后呢，少爷？把刻好字的卡片扔进去洗个澡。等上1炷香的时间，捞出来，用热水洗去表面的蜡。最后一步，烤漆。少爷，这也太气派了吧！哼，这才哪儿到哪儿。这张卡，明天我要让他们花1000两白银来抢。这是何物？此乃大楚美妆坊全球限量发行的 SVYP 黑金卡。赵夫人，今天这场发布会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的。看到这红毯了吗？看到尽头的御花园了吗？今天只有拥有黑金卡的贵宾才配走上这条红毯，才配享受皇后娘娘的亲自接待，才配购买改变你们一生的神物。这张卡的售价仅仅是1000两白银，1000两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但你能买到整个京城名媛圈的入场券。1000两，就为了买一张铜片子，李凡你穷疯了吧？这不叫铜片子，柳小姐，这叫身份壁垒。如果连1000两都拿不出来，说明你们家的财力根本不配使用我们的高端定制产品。赵铁锤，送客。你敢赶我走？我夫君是户部尚书，在我这儿，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按规矩办。李大公子说得好，1000两算什么？老娘出了。孙老鸨，你来凑什么热闹？赵抠门，怎么1000两拿不出来啊？赶紧起开，别当老娘办卡。李公子，来张002的。感谢孙夫人的支持，赵铁锤给孙夫人办卡。尊贵的002号 SUYP 黑金会员孙夫人，里面请。等一下，谁说我没钱？李凡，给我拿那张001的，我出1500两。不好意思，赵夫人，001号是皇后娘娘的，您只能选003号了。003就003，给我办！我也要办，给我拿006号66大顺！别挤啊，我是当朝太师的孙女儿，我先来的。滚开，给我来一张009号的。才刚进门，10万两白银就到手了。加特林的研发资金，这不就有了吗？各位尊贵的黑金会员，请整理好你们的仪容，昂起你们高贵的头颅。大楚第1届 Met Clash 现在开始，请依次走上红毯，接受御林军的注目礼。1000两，花的值啊！搞什么名堂，把我们骗进来，连口茶都不上。欢迎来到大楚美妆部新品发布会，我是首席体验官李凡。今天我们不谈国事，不谈家常，我们只谈一件事：你们想不想永远年轻？想不想把家里那些妖艳小妾狠狠地踩在脚下？
很好，我看到了你们眼中的渴望。你们每天用着劣质的铅粉，把脸涂得像个死人。你们用着模糊不清的青铜镜，连自己长了几根皱纹都不知道。这简直是对美的亵渎！你胡说八道！我们用的可是西域贡粉。坐下，无知！你看看你的脸，年纪轻轻，眼角卡粉严重，苹果肌下垂，卸了妆你敢出门见人吗？我知道你们不信，没关系。今天我请来了一位重量级的体验官，有请天下第一美女皇后娘娘驾到！这是皇后娘娘？不可能！娘娘今年已经30有5了，怎么这皮肤怎么看起来比我那刚满16岁的女儿还要水嫩？天哪，这光泽，这紧致度，不仅没有发黄，反而透着一股白里透红的晶剔透。娘娘是吃了什么仙丹吗？各位夫人，本宫今日素颜相见，只为向大家证明一件事：李公子的大厨美妆房确实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本宫就是最好的证明。肃静！大家不要抢，都有机会。首先，隆重推出我们的第一款产品——大厨美妆坊至臻高定黄瓜芦荟珍珠保湿面膜。这不是普通的面膜，这是融合了100年野生黄瓜精粹、1000年极品芦荟胶以及价值10万两的南海东珠纳米级粉末的魔法液体，敷上一炷香，让你的皮肤像喝饱了水一样饱满起来。多少钱？快说多少钱！由于东珠极其稀缺，这面膜产量极低，目前只有100罐，每罐可以使用10次。100两？赵夫人，您是在侮辱南海东珠吗？听好了，黑金会员专属价1罐2000两白银，给我来3罐。面膜买完了，各位夫人就不想清楚地看看自己变美后的样子吗？李公子，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府里多的是青铜镜，那种东西也配叫镜子？女士们，接下来是见证奇迹的第2刨——大厨美妆坊划时代黑科技8星8钻纯高清玻璃银镜。这是什么怪物？天哪，我的脸怎么这么黄？这面镜子本大家要了1万两。想得美！各位，制造一面银镜需要消耗极其珍贵的西洋琉璃和10几种秘法提亮的神水，可谓九死一生。所以，本次发布会镜子只有10面，第一面底价3000两，3500两，4000两，5000两。各位，这是今天，也是今年大厨美妆坊发行的最后一面镜子。它不仅尺寸完美，背后的雕花是请了江南一名匠耗时3年雕刻而成。最重要的是，它的背面用金水刻着一个独一无二的编号001，这就意味着谁拿到了这面镜子，谁就是整个大楚京城贵妇圈里除了皇后娘娘之外最尊贵的 No.1 大姐大。这已经不是一面镜子了，这是身份的象征，是家族实力的体现，是谁在接下来1年里能在这御花园里横着走的底气。起拍价2万两白银，上不封顶，开始。3万两，我户部尚书府势在必得。我呸！你个算账的管家婆，装什么大尾巴狼？老娘出4万两，这001的编号只能属于我们兵部。45000两，5万两，6万两。孙老鸨，你家将军1年的俸禄才多少？你拿得出6万两吗？老娘就是把嫁妆当了，今天也得压你一头7万两。8万两。快回去把老太爷留下的那几副唐伯虎的真剑拿来抵押，等不及了。李凡，8万两，这镜子是我的了。你敢！你个泼妇，你敢揪我头发？老娘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家法！我跟你拼了！如烟，快来帮忙！娘，我来了！贱人，敢抢
老娘一起9阴白骨爪！哎呀，我的脸！老爷，您可要为妾身做主啊！这是怎么了？你们娘俩是去城外剿匪了吗？快去请大夫！老爷啊，你看看我这脸，没法见人啊！到底是谁干的？是不是城南王麻子？不是王麻子，是兵部尚书家的孙老鸨。孙夫人怎么会和他打起来？还不是因为那个该死的李凡！爹，李凡那个人实在欺人太甚，搞什么美妆馆，骗我们办卡，还把仙境拿去拍卖。我马上就要用8万两拍下那面001号仙境，孙老鸨突然冲上来争抢，还带着丫鬟把我摁在地上欺负。老爷，你看我脸上的伤，孙老鸨的指甲锋利，怕是伤得不轻。等等，你们刚才说多少两？8万两啊！8万两，就为了买一面镜子？败家！老夫在户部兢兢业业，精打细算，连皇宫修缮的款子都谨慎把控。你竟要花8万两去买一面镜子？你哪来的这么多钱？我这不是为了您出去有面子吗？面子个屁！这李凡今天下午一共卷走了多少银子？差不多有40-50万两吧。好啊，好一个李凡！难怪兵部近来气焰相当，原来是依仗此人。数十万两巨款，他根本无力承接，定是刻意蛊惑人心。来人，备纸笔，我要连夜拟折弹劾李凡，取我官印，调顺天府衙役待命。老爷，您这是打算出手整治他了？自然是查封他的美妆皇，杜绝乱象，根除蛊惑之风，将所有涉案赃款尽数追缴，归入国库。只要将这笔钱款归入户部，今年政绩定然拔尖。爹，说不定一定要把李凡抓起来下大狱，让他跪着给我磕头。放心，在京城地界，他与我作对，终究还差得远。少爷，我实在扛不住了，锅里这味道太刺鼻，比发酵的高水还要难闻。这点苦都扛不住，未免太没出息了。今天我们要做出一款能颠覆大厨洗护行业的全新产品——香皂。少爷，做香皂用这么多猪板油，这些够府里吃上大半年了。猪板油富含甘油三酯，是发生皂化反应的核心原料。只有油脂不够，制作香皂还需要一样关键东西——铁锤。连日烧草木灰，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吗？我不知道，天天烧灰，弄得满身都是，特别麻烦。草木灰水就是碳酸钾溶液，是制造的原料，但它碱性不够，皂化效果不行。我们就用负分解反应自制强灰制造。这是从石灰窑里买来的生石灰，加水后变成熟石灰，也就是呼氧橡化钙。赵铁锤，看好了。少爷，怎么变浑了？底部是碳酸钙沉淀，上层的清澈液体就是我们需要的一氧化钾强酸溶液，这是基础化学原理。掌握数理知识，在哪儿都能立足成市。这就是皂化反应，也是肥皂最初的形态。少爷，这味道实在难闻。别急，这是高浓度桂花精油，加进去就能改善气味。好香啊！最后一步，盐摄反应。粗盐能降低肥皂的水溶度，让皂体慢慢析出上浮。压实阴干，切块成型。明日一早，大厨第一批桂花精粹香氛皂便可正式亮市。都别动！顺天府办案，闲杂人等统统闪开！谁是李凡？我就是。老头，你谁啊？踩坏模具你赔得起吗？放肆！瞎了你的狗眼！此乃户部尚书柳大人。哦，原来是柳尚书。
怎么，赵夫人昨日受了委屈，特意让您前来，想回购面膜消肿吗？今日货品已售罄，想要只能明日排队，记得备好黑金卡。你牙尖嘴利，死到临头还敢肆意妄为！李凡，你假借美妆之名蛊惑人心，非法敛财，行径与妖人无异。柳大人说话要讲凭据，我做的是正经买卖，明码标价。令夫人抢购落败被欺，是她自己的问题，与我何干？这是自由市场规则，有需求自然就有供给。歪理邪说！来人，查封此处，收缴所有物件，拿下此人。是。且慢，柳大人要查封我不拦着，但砸东西可得提前说清楚。这是极地冰寒原液，精工提炼而成，成本价10万两。还有那是西域卑缩国师进贡的黄金圣水，皇上预定的5万两，这些加起来总计50万两。死到临头还敢讹诈老夫，一堆破烂，你当老夫是吓大的？给我砸，狠狠的砸！得嘞，听柳大人的，砸！那边那个衙役大哥，对，就是你，使点劲踹！没吃饭吗？哎呦我去，那个陶块你轻点，那可是古董。算了，砸吧。柳大人。怎么不继续砸了？你损毁的物资我都记好了，麻烦签字画押，结清欠款。你竟敢讹诈朝廷命官！今日我不仅要查抄此处，还要彻底封停你的作坊。来人，即刻封门，收缴所有账本与现银，带回户部。且慢，柳大人，您怎能带人围困查封李公子的作坊？公公来得正好，此子假借旁门手段谋利敛财，臣正要查封其赃款作坊。柳大人。圣上听闻此事，毅然龙颜大怒。看来圣上也认定此子行径该罚。圣上近日龙体欠安，头痛不适，暂不见外人，此事暂且搁置。有钱了，足够打造加特林。李凡当真朕的福星。不好了！柳剑南老狗竟敢断朕财路，传御林军即刻拿下！皇上息怒，柳大人携顺天府人手前往，行事名正言顺。何谓名正言顺？柳大人指控李凡以旁门之术谋利，关键是如今大半文官联名弹劾李凡，重臣家眷为抢购美妆物件散尽家财，部分言官甚至无银度日，朝堂早已群情鞭甚。柳大人放话，陛下若包庇李坟，户部便停发百官俸禄，边关军饷，唯有没收李坟赃款，充盈国库，方能化解此事。那此事该如何处置？不如陛下出面，让李公子将钱款退回。不退，到手的好处，朕绝不可能让出。李凡心思活络，手段颇多，身为朕的合伙人，这点风波都摆不平，如何替朕打造军火？传朕口谕，就说朕病了，谁也不见。这件事让李凡自己解决。他要是连个柳剑道都搞不定，朕要他何用？顺便告诉他，朕在精神上与他同在。圣上已知你罪责难逃，今日老夫定要秉公查办。皇帝毫无义气，拿钱积极，遇事便缩头。柳大人尽管查封，封条随意贴，月门就在那边。死鸭子嘴硬，即刻贴封条，清走所有破烂物件。且慢，大人，这桂花香格外浓郁，定是妖人炼制的毒物，立刻封院。柳大人早，昨日的封条贴的倒是规整。既然你不许我民间营生，那今日朝堂之上，我便当众让诸位言官颜面尽失。皇上，老臣冤枉！李粉罔顾礼法，假借邪术器物骗人敛财，哄骗百官家眷，敛财足足50万两。皇上请看，臣的夫人便是遭其算计，深受其害。皇上做主，李凡不仅骗人钱财，还乱人心性。那001号妖精险些吸走臣夫魂魄。皇上，李凡用心眼恶，手段诡异，臣女日夜难安，深受其扰。此人不除，京城永无宁日。柳剑南纯属污蔑，自己无力消费，便造谣我儿施展妖术敛财，简直荒唐至极，一派胡言。李将军切勿徇私护短，令郎半日敛财50万两，绝非正经营商。
此等手段便是妖术。对，严惩李凡，查封赃款，妖人祸国，当诛。众爱卿，安静。李凡到了没有？回皇上，草民到了。李凡，你这妖人竟然还敢来金銮殿！草民李凡给皇上请安。皇上，您这头疼的毛病是不是没钱闹的？李凡，不可放肆！今日百官弹劾你使用妖术敛财，你可知罪？妖术？草民只是正经经商，以物易物。敢问朝堂何时禁止售卖铜镜与护肤物品？寻常铜镜怎可清晰照透肌肤毛孔？此物诡异，分明是西洋邪术。大人学识浅薄，这是银镜反应光学原理，是正经化学科学，并非旁门邪术，纯属胡言乱语。这些稀奇说辞闻所未闻，分明是你捏造的邪术。老夫查封所见时，你用腐坏杂物熬煮诡异毒物，若不是炼制祸人邪药，老夫甘愿割手谢罪。哦，柳大人此言当真算数？哼，朝堂百官圣上为证，老夫绝不食言。好，诸位既认定我施展邪术，那今日我便在此大殿之上当众演示，点石成金。皇上，草民请求在殿上生火。准。赵铁锤，卸货。得嘞，少爷。你在金銮殿上熬大粪吗？大胆，敢在御前弄这种污秽之物！李凡，你搞什么名堂？诸位莫慌，这就是柳大人昨天看到的那锅毒药的原料。受不了了，皇上，快把这妖人拿下！诸位看清，锅内乃是最普通廉价的猪板油。接下来便是见证科学的时刻。这是草木灰提取的碳酸钾溶液，另一瓶是生石灰对制的氢氧化气溶液，二者相融，自有其教。这便是高浓度2节强氧化钾，诸位睁大双眼，仔细见证。柳大人，这绝非巫术，这是造化反应，强结分解猪油分子结构，这便是力理科学的真正奥妙。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别急，还有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好香啊！这是8月桂花的味道，为何如此浓烈？天哪，我感觉好像置身于桂花林中。李凡，此等清雅香气究竟是何物？回皇上，这是极品桂花经高温蒸疗、冷凝提纯萃取所得的高浓度桂花精油，最后加苏盐盐蟹。各位大人，你们口口声声说的毒药就在草民的手中。草民给它起名叫大厨美妆坊桂花精粹香氛皂，它不是用来吃的，它是用来洗澡的。满口胡言，谁知道你这妖物洗了会不会全身溃烂？你休想骗过老夫！是不是骗人，试试不就知道了。这位御史大人，来，敢不敢用我这毒药洗个手？有何不敢？本官一身正气，岂怕你这妖物？用水沾湿双手，然后拿着它搓揉几下。这触感，哼，搓好了吗？在水里洗掉。神物，真是世间神物！老夫从未体验过这般洁净干爽的触感，寻常草木灰污秽猪油竟能造出如此佳品，绝无可能！李公子，让老夫洗洗，让我也试试啊！李凡，香皂怎么卖？荒唐，简直荒唐！金銮殿上岂容你放肆卖卖？就算它能洗手，也不能证明你的清白，你还是骗了钱！骗钱？柳大人，这是自由买卖，你不买，有的是人求着买。如烟，你看到了吗？这就是那个骗子的真面目。别怕，爹今天一定把他关进大牢。放
诋毁你，不该轻视你的误解。只要你肯卖我香皂，我愿誓死追随你，任你去世。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只求得到这块香皂。如烟，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老夫的脸都被你丢尽了，快给我滚回来！我不，爹，你懂个屁！你个糙老头子根本不知道这香皂的含金量。爹，你赶紧掏钱啊！要是买不到这香皂，女儿今天就死在这金銮殿上。你，老夫一世清明，毁于一块肥皂。老爷！诸位请看，连柳千金都为之折服，足以证明科学必胜迷信。今日借大殿宝地，大厨美妆堂重磅新品桂花精粹香氛皂正式首发，无需高价。今日感恩朝廷回馈万民，福利拉满。精品桂花香氛皂仅需99两白银，99两，性价比拉满，更能博得家人倾心相待。限量500块，先到先得，错过即无。现银银票均可结算，资金不足可凭朝服、官印现场抵押置换。3、2、1，铁锤，即刻收银发货。李公子，给我来10块！滚开！本官要20块。我家里18个小妾，一人1块。别急啊，李凡，我拿这块玉佩抵押换5块，行不行？魏半半，速去内务府持取银两。李凡，留朕100块香皂，谁敢争抢，朕绝不轻饶。500万两研发资金，这不就快凑齐了吗？加特林1号机也是时候提上日程了。皇上，您悠着点儿，龙体要紧啊！太医说了，大喜大悲容易中风。魏半半，你打朕一巴掌，快！朕是不是在做梦？奴才不敢，叫你打你就打！哎呦，皇上疼的！真不是做梦！你知道这几天咱们的大厨美妆坊赚了多少钱吗？奴才不知，但看着银票的厚度，怕是抵得上国库半年的税收了。哼，半年？你太小看大厨女人的收买力和这帮官员的贪污能力了。镜子拍卖11万两，面膜预售20万两。最离谱的是那个桂花香氛皂，短短3天，不仅京城卖疯了，连江南的盐商都托人来订货，光定金就收了300万两。还不到半个月，李凡那小子就给朕搞来了500万两白银。哈哈哈哈！朕登基10年就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皇上，算账呢？门槛我都快踏破了，分红给我结一下呗。哈哈哈哈！哎呦，凡哥，朕的财神爷，李凡啊，这钱朕都清点过了，除了给皇后的干股，剩下的咱们55分账。你的那份，朕已经让人装箱，随时可以运回将军府。皇上，俗话说得好，格局决定结局。你以为我搞这么多钱是为了回去买地主老财的四合院吗？不买四合院，那你去包几艘画舫？呸！低俗，女人只会影响我拔枪的速度。钱到位了，咱们大楚重工业革命也是时候启动了。500万两起步资金已经凑足，现在我要包下京城最大的铁匠铺，我要大楚最好的铁匠，最纯的黄铜，最硬的金刚。加特林1号机今天正式立项。好，朕这就下旨，军器件的人随便你挑。军器件那帮老爷就算了，干活磨洋工，我要去城西铁匠街，那才是大楚最硬核的重工业基地。行，要什么朕给什么，朕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对了，那加特林造出来，能给朕先玩玩吗？等造出来，别说玩，我让你推着它去扫射御花园都行。这位壮汉，你就是欧眼阁的阁主欧大强。哟，
这不是最近在京城卖娘们用的香皂面膜的李大公子吗？怎么，李大公子不在女人堆里混，跑到我们这粗人待的火坑来干什么？放肆！敢对我们将军府的少爷无礼！铁柱，退下。咱们是文明人，要以德服人。欧大强是吧？听说你们欧野阁号称能打出大楚最好的刀剑。哼，那是自然。我欧家的百炼钢工艺，吹毛断发，削铁如泥。不错，硬度是够了，但是太脆了。百炼钢虽然提高了碳含量，但你们不懂淬火时的温度控制，内部应力没有消除。这种刀砍不穿甲的土匪还行，碰上重甲，一砍就断。你胡放什么狗屁！一个卖胭脂水粉的纨绔子弟也敢懂打铁？铁柱，把你的金刚护心剑拿下来。来，你用尽全力，拿这把刀砍这个护心镜，断了算我的。好小子，你找难堪！看爷爷怎么一刀把这破镜子连同铁蛋一起劈开！这不可能！这可是我锤了3天3夜的百浪钢！没什么不可能的，含碳量超过2%的生铁虽然硬，但也脆。不懂吞火和还火，你打出来的就是个玻璃渣。行了，别玩这些小儿科的冷兵器了。今天开始，这条街被我包了。你，还有你手下的所有人都被我征用了。征用？你要打什么？我要造一尊能在一息之间喷吐3000发火焰的金属菩萨。这是什么暗器？怎么这么多铁管子？还有这下面画的一圈一圈带齿的是什么东西？这叫齿轮。赵铁锤上硬菜。得嘞。欧大强，我不管你们以前是打菜刀的还是打宝剑的，从今天起，你们叫大楚重工第一车间工人。这10万两只是第1个月的启动资金，干得好，每人每月再发100两赏金。我要你们在半个月内按照我的图纸，把这些零件全部用最好的金刚和黄铜给我敲出来。敢不敢接？干了，李公子，您就是让我打个铁王八出来，我也给你敲圆了。您说吧，怎么干？好，第一步，先把你们这些破风球给我拆了。我们要搞流水线，我们要搞接床。选图纸看懂了吗？我要的是正圆，不是椭圆。你这齿轮削合的像老太太的牙齿一样漏风，传动效率连10%都没有。重做，那铜管我要无缝的，没有沉压机用铁棒硬钻，钻头断了重新自火。没有机床，那就纯手搓。少爷，这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啊？看着像个放大的水车，但这里也没河啊。没文化，这叫人肉动力多功能躺床车床一体机。李公子，您这大轮子是不错，可是没水推它，它怎么转啊？总不能让我们用手去拨吧？这钻头可是要钻开实心铁状的，那得多大的力气？用水力？大楚这破城河的水流时断，水压根本不稳定。加工切床讲究的是转速均匀，力道平稳，一点点颤动，这枪管就废了。哼！铁柱，属下在。你们这几天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天天吃大肥肉补身体，感觉力气怎么样？少爷放心，兄弟们现在精力过剩，正愁没地方发泄呢。哈哈哈哈！好，看到那个大轮子了吗？这叫大楚人体发动机。现在全体队友脱去铠甲，光膀子，给我进到那个轮子里去。进轮子里干嘛？给我踩！
听我口令，1、2、1，起步走，跑起来！速度不够快，都没吃饭吗？跑起来！兄弟们，跑！欧大强，尽量给老子狠狠的钻！加2口水，保持匀速，不要停。2号机长上。神技，这是神技呀！少爷，枪管造好了，这下可以组装加特林了吧？组装，早着呢。滑膛枪管打出去的子弹，100米外就不知道飞哪儿去了。要想指哪儿打哪儿，还得给它加上灵魂。灵魂？对，膛线，这叫拉线刀。各位，准备迎接真正的地狱级挑战吧！听好了，子弹在枪管里必须高速旋转，才能保持稳定的弹道，就像抽螺一样。所以，我们必须在枪管内壁刻出几条螺旋状的凹槽，这就叫膛线。李公子，这怎么刻呀？里面黑咕隆咚的，手伸不进去啊！靠齿轮的配合。看到这根栏杆没？当士兵踩动滚筒时，齿轮不仅会拉动这根刀杆往后退，同时还会带动刀杆进行微小的旋转。刀杆退1寸，旋转1度，这样刀头就能在枪管内壁刮出一条完美的螺旋线。赵铁柱，带着兄弟们死回去继续踩，这次必须匀速。谁要是敢踩快或者踩慢了一点，导致膛线刻歪了，本少爷就把他塞进炉子里炼钢。兄弟们，拼了！停下！都给老夫停下！李凡，你这逆天行事的疯子！老夫听闻你在城西大兴土木，还以为你在造什么绝世兵器，结果你竟然弄出这么个木头架子，还把保家卫国的将士当成骡马一样驱使，你这是在侮辱大楚的军威，侮辱我工部的公义！你今天必须给老夫一个交代，否则老夫立刻上奏皇上，治你个大不敬之罪。侮辱工部的公义。皇上说，既然你是大楚工部的最高长官，那你先看看地上这根管子，看完之后，再决定是弹劾我，还是跪下来拜我为师。狂妄！一根破铁管子，老夫倒要看看里面藏着什么大逆不道的妖法。这是什么？不可能，这不可能！如此深邃的孔洞，人的手根本伸不进去，怎么可能在里面刻出如此完美的螺旋纹路？而且这纹路的间距、深浅竟然毫无偏差，这需要多高的精度？皇上说，看懂了吗？老夫看不懂。就算你刻了花纹，有什么用？花里胡哨，华而不实。唉，王大人，亏你还是工部尚书。我问你，小孩子玩的陀螺为什么能在地上立着不倒？因为它在转。对，这叫角动量守恒。子弹在光滑枪管里发射，遇风就偏。若里面有螺旋膛线呢？子弹被火药挤入螺旋凹槽，在出膛瞬间，就会像陀螺一样高速旋转飞出去。旋转，保持稳定，刺破空气。这是夺天地造化的神功！老夫研究了一辈子弓弩机括，竟不知世间还有如此精妙绝伦的设计，利用螺旋赋予暗器旋转的稳定力，天才！万古第一天才啊！李公子，不，李大师，请受徒儿一拜，收下老夫吧，让老夫在这铁匠铺里给您打下手。只要能让老夫亲眼看着这加特林组装完成，老夫就是死也瞑目了。行吧。既然你这么有诚意，本少爷就勉为其难收下你这个记名弟子。我看你精力挺旺盛的，去把朝服换了，
进那个轮子里去踩半个时辰，感受一下现代工业的脉搏。好嘞，师傅。少爷发财了，又发财了！咱们的桂花香氛皂昨天在江南道也彻底卖疯了，那些盐商连夜派快马把定金送到了京城。女人的脸和男人的面子，永远是最大的韭菜地。李凡，你个丧尽天良的奸商，给我滚出来！怎么回事？难道是柳剑南那老匹夫又来找茬了？少爷不好了，出大事了！吏部尚书大理寺卿还有太常四少3位大人带着家丁把咱们将军府给围了。围了？他们疯了？我爹不在家，他们就敢带兵围将军府？不是啊，少爷，他们没带兵，他们带的是自己的女儿。那几位大小姐的脸全毁了，肿得像猪头一样，还在流黄水。他们说是用您的面膜用的。什么？我的面膜用了会烂脸？开什么国际玩笑！李凡，你这杀千刀的畜生！张大人，有话好好说，动手动脚有辱斯文啊！斯文？毁了我女儿的脸，还谈斯文？我不活了，我的脸毁了，下个月怎么嫁给小侯爷？你昨天派人送到府上的那一批珍珠面膜，里面到底放了什么毒药？你今天必须给老夫一个交代，否则老夫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到皇上面前告御状，诛你9族！张小姐，请问你用那面膜时可有异常感觉？你滚开！别碰我！那面膜一贴，就像无数根针扎我的脸，还有一股刺鼻的海腥味儿。我以为那是你说的深海微量元素在起作用，硬是忍了1炷香的时间，结果拿下来就变成这样了。3位大人，你们确定你们女儿用的是我大厨美妆坊卖出去的面膜吗？废话，不是你的还是谁的？整个京城除了你家，谁还有那种绿油油的面膜？这可是我花了2000两白银从你们店买来的限量版。伙计，赵铁锤，去把我昨天刚做好的面膜拿1片过来。是，少爷。张大人，你们带来的面膜罐子呢？在这儿。哼，造假也不下点血本。我用的可是景德镇特供冰裂纹高岭土，1300度烧制，温润如玉。而这是城南黑窑厂用劣质粘土烧出来的低温陶罐，外面刷了一层白色的釉漆而已。这味道怎么不对？何止是味道不对，这简直就是毒药！各位看好了，第一，颜色，我正品的绿色是提取了极品芦荟中心的透明凝胶，混合了微量黄瓜汁，而这个绿，那是把漫山遍野最便宜的猪草和仙人掌连皮带刺一起捣碎榨出来的汁。张小姐刚才说脸上有针扎感，废话，那是因为这仙人掌汁里全是微小的植物倒刺，直接扎进了你的毛孔里。第二，珍珠粉，我用的是南海东珠纳米级研磨，而这个冒泡的玩意儿是造假者去海鲜市场捡来的死蛤蜊壳、生蚝壳，随便敲碎了就掺进去，里面全是碳酸钙和没洗干净的死鱼烂虾的腐肉，这就是为什么有海腥味。第三，也是最致命的一点，卫生标准，我的器具煮半个时辰杀菌，而这帮造假的王八蛋直接用装过猪食的盆搅，现在这大热天里，这种糊糊不到半天就会疯狂滋生细菌。张小姐脸上的黄水就是严重的细菌感染化脓。李公子，你的意思是有人冒充你的名号卖假货？很明显，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商业投毒和栽赃陷害。胡说！就算这东西是假的，那也是我们从你店里的伙计手里买来的。我的伙计？哼，我大厨美妆坊所有产品全部采用 SVIP 黑金卡预约制，只有在我这将军府偏门才能凭卡取货。你们是从哪个伙计手里买的？回公子，昨天城东有个伙计偷偷摆摊，说是偷出的残次品，不要黑金卡。老爷为了给小姐相亲急用，就偷偷买了。愚蠢，贪小便宜吃大亏，没防伪也敢往脸上抹。脸已经毁了，借的是你的名，不治好他们，老夫跟你没完。就是治好我们的脸，治好你们的脸，可以，不仅治好你们的脸，我还要让你们亲眼看着那个敢砸我招牌的是怎么死无葬身之地的。去，
把我的全科医疗抢救箱拿出来，再准备一锅沸水、1盆料酒、1罐极地冰寒原液。得嘞，少爷。搬3张太师椅到院子正中，3位小姐坐好。第一步，清宗，忍着点儿。想毁容就乱动。晕了好，省得叫唤。第二步，无菌生理盐水湿敷抗炎。这是我用灯离水和精盐按照0.9的精确比例调配的生命之水，能够最温和的冲洗掉毒素，消肿止痛。第三步，极品纯芦荟修复凝胶厚涂。这可是我昨天晚上刚从10斤老芦荟里提纯出来的无菌原胶，没有任何添加剂，绝对的抗炎修复圣品。时间到，揭面。消了，真的消了！李公子是神仙下凡啊！别急着谢我，脸保住了，接下来该算算这笔假货的账了。京城的父老乡亲们，你们都看到了，有人眼红我大厨美妆坊的生意，制造劣质假货，谋财害命。这不仅仅是砸我李凡的饭碗，这是在挑战大厨的商业底线。我知道那个造假的王八蛋现在肯定就躲在人群里偷看。你给我听好了，我不管你背后是哪个尚书还是哪个王爷，明天5时就在这将军府门前，我李坟将召开一场盛大的防伪技术发布布会暨假货销毁大会。我会向全京城展示什么叫做真正无法被仿造的真品。同时，我还要当众揪出这个幕后黑手，我要让他知道惹怒我的下场会有多惨。大楚防伪战，明天正式开打。师傅，您看这片琉璃磨得够不够薄？老夫手都快磨出火星子了。焦距15毫米，边缘抛光度勉强及格。王尚书，不错嘛，你这大楚第一匠人的名号还真不是充话费送的。那是。不过师傅，充话费是什么意思？别在意这些细节。赵铁锤，那块萤石捣碎了吗？少爷，捣碎了。按您的吩咐，用丝绸筛了整整10遍，比娘娘们用的面粉还要细。很好。造假狗敢砸我的饭碗，王尚书看好了，今晚我要教你的是超越机械的另一门神学。光学与紫外线荧光反应。师傅，请讲，老夫洗耳恭听。明天那场危机公关，我们必须做到2点：第一，恶心死这帮造假的，让全京城的人对假货产生终生心理阴影；第二，推出无法被仿制的防伪包装。要想恶心人，就得让他们看到假面膜里到底有什么。但那些脏东西太小了，肉眼看不见，所以我们需要一台涮光投影显微镜。王尚书，你看，这是一个极其光滑的半圆形凹面铜镜，这叫抛光聚光镜。接着，在这束强光前面放一片平面玻璃，这叫载锅盘。明天我会把假面膜的汁水滴在上面，在载刮扁前面放上你刚磨的短焦距多定镜，作为雾镜。最后，在前方再放一片大焦距多定镜，作为投影镜头。师傅，这光穿过这几片琉璃会发生什么？哼，会发生奇迹。它会把载锅板上那些比头发丝还小1000倍的微生物放大上万倍。放大10000倍！师傅大才。那防伪标志又该如何做？这叫萤石，也叫氟化钙。它有一种极其神奇的物理特性——荧光效应。在正常的太阳光下，它看起来就是普通的白粉。但是，赵铁锤，拿个黑色的木箱子来，在上面挖个洞，把这块紫水晶镶嵌在洞口，然后把萤石粉放进箱子里。师傅，这紫水晶有何用？哼，太阳光里包含着一种肉眼看不见的不光线，叫紫外线。这块高纯度的紫水烯能够过滤掉大部分的可见光，只让紫外线穿透过去。发光了！
这叫紫外线激发电子穿氙产生的荧光。明天我就会用这种萤石粉末调配成特殊的隐形釉水，印在我们的面膜包装上。造假者就算把罐子仿得再像，只要买家把罐子放入我们特制的紫光验钞箱里，就能看到隐形的防伪标记。这就叫垄断级防伪黑科技，懂了吗？师傅，跟您作对的人真的是倒了8辈子血霉呀！钱老板，这李凡今天摆这么大阵仗，不会是要咬我们一口吧？怕什么？罐子一模一样，连大厨美妆坊的字样都分毫不差。我倒要看看他今天怎么证明那假货不是他自己造的。今天只要他拿不出证据，这砸招牌的屎盆子他就得硬生生扣在自己头上。钱老板高明，等他倒台了，这京城的美妆生意还是咱们的天下。各位京城的父老乡亲，各位大人和夫人，欢迎来到大厨美妆坊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特别行动现场。李凡，少弄这些玄虚。你昨天说要当众证明那烂脸的面膜是假货，还要揪出幕后黑手，老夫倒要看看你拿什么证明。张大人，稍安勿躁，上道具。那是王大人，王大人您在干什么？您可是朝廷一品大员啊！闭嘴！老夫现在是大楚重工的首席大弟子，能给师傅抬箱子是老夫的荣幸。各位，昨天有几位尊贵的小姐因为使用了市面上的仿冒面膜，导致严重毁容。首先请大家屏住呼吸。今天我就让全京城的人看看，那些丧尽天良的造假者到底往你们的脸上抹了什么。点火，拉幕布。调节焦距。切，这不就是几根烂菜叶子吗？有什么稀奇的？烂菜叶子。天哪！我昨天竟然把这种东西敷在了脸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看清楚了吗？白布上那些游动的怪物叫细菌，叫寄生虫。那些带刺的长毛是仙人掌的刺。造假者为了省钱，用发臭的烂沟水和死杆栗壳做面膜。这些寄生虫和细菌，在你们敷面膜的时候，就会顺着你们的毛孔钻进你们的肉里，在你们的皮肤下面产卵繁殖，啃食你们的血肉。别说了，求求你别说了！这就是劣质假货的真面目。揪出造假者，杀了他！住手！严惩凶手！钱老板，这就要走啊？诸位，那个企图谋财害命、用烂沟水毁容的幕后黑手，就是京城最大的脂粉商钱百万！你血口喷人！你有何证据证明这假面膜是我造的？罐子可是打着你大厨美妆服的名号，你这是栽赃陷害！要证据是吧？好，昨天晚上我让赵天柱带人摸了你的老巢，你城南那个黑作坊里还有3000个没装罐的假面膜。不仅如此，看看这是谁？
他可是什么都招了，包括你是怎么串通户部某些官员，企图搞垮我的全盘计划，他全交代得清清楚楚。打死他！打死这个黑心商人！肃静！各位，假货虽然可恨，但为什么会有人上当？因为我们以前的包装太容易被模仿。为了保护大楚所有爱美女性的脸，为了捍卫大楚美妆皇的绝对正品地位，今天我正式宣布，大楚美妆度所有产品全面升级包装。大家肯定会说，这不还是原来的罐子吗？钱百万这种烂人，明天换个窑厂依然能仿造出来。错，王尚书上照妖香。各位大人，请看。张大人，您来看看。张大人，您看到什么了？发光了！那罐子上竟然有字在发蓝光！隐形发光阵法，这是隐形发光阵法！神技，李公子真乃神人也！哼，各位，这叫紫外光防伪标识。这种隐形的发光液体，全天下只有我大楚美妆坊一家掌握配方。除了我，就算是神仙来了，也休想仿做出一滴。从今天起，凡是购买我大楚美妆阁产品的人，无论你是买面膜、买镜子，还是买香皂，全部免费赠送一个镶嵌了紫水晶的防伪验货箱。买回家的东西，只要放入箱子里，不发光的全是假货。大楚美妆坊用科技捍卫你们的美丽。李公子，给我来10罐新版面膜，不要带发光防伪的。李大少爷，香皂还有吗？昨天那批我也要退了，换成带荧光的。我要办黑金卡，谁也别拦着我。李公子，刚才老夫多有得罪，这10万两你拿着，先给我女儿拿50罐正品面膜，这脸只有你的仙药能治了。钱终于多到花不完了。王尚书，准备一下，今晚加特林1号机的枪管组该进行总装了。师傅，您要的核心图形机象，老夫亲自打磨完毕，您验收。最大误差不超过0.1毫米。王尚书，不错啊，这手艺放在现代，高低得评个8级钳工。嘿嘿，全靠师傅指导有方。老夫这几天在那个 V8滚筒里踩机床，感觉自己年轻了10岁，连多年的老寒腿都治好了。呸！少拍马屁。所有零件加工完毕，今天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第一步，枪管组与中心轴固定。第二步，装填枪机与抛膛钩。王尚书，看好了，这枪机上的凸耳就是加特林能够连发的灵魂。第三步，套入核心凸填机下，完美嵌入。枪机上的孤耳已经完全卡入了机卡内壁的螺旋槽里。第四步，安装手摇齿轮组与漏斗弓带翔。这简直是夺天地造化之神物啊！老夫有生之年竟能参与制造出此等神器，死而无憾，死而无憾啊！师傅，这神器现在能喷火了吗？喷你个头！没子弹，它就是一坨废铜烂铁。赵铁锤，地狱之火弄好了吗？少爷，这玩意儿太吓人了！刚才我不小心掉了一粒在地上，踩了一脚，结果砰的一声把鞋底都炸穿了。废话！各位，
都给我退后10米！这碗里的东西叫雷酸梅，大家只知道黑火药能爆炸，但是黑火药需要明火点燃，这在战场上极其不方便。而这雷酸梅是用硝酸酒精和剧毒的水银在特定温度下反应生成的极不稳定化合物，它不需要明火，只要受到轻微的撞击和摩擦，就会瞬间引爆，产生极高温度的火焰。这就是子弹的心脏——底火。成了，有了它，加特林才能真正被唤醒。欧大强，按我的步骤，连夜压1000发出来。装填轻点儿，别把自己炸上天。得嘞，李公子，兄弟们干活！快，轻点儿！这可是朕的命根子啊！哎呦，我的老腰，坟哥，你这铁王八也太重了，得有600多斤吧？爹，重就对了，不重压不住它的后坐力，而且我设计了2个轮子，白天可以当手推车推着走。李凡，快让朕看看！这就是你说的南无加特林菩萨，真美啊，简直比朕后宫里最美的妃子还要迷人。皇上，您这比喻有点变态了啊！这东西真能一吸3600砖？没那么夸张，不过有了这些口粮，1分钟倾泻200-300发子弹，把前面的一切撕成碎片，完全不是问题。皇上，来指个目标吧。这里是朕的皇家猎场，地方足够大。你看前方100步之外，那是朕最喜欢的万花院的外围。看到万花院前面那排1人高的红木靶子了吗？那是朕平时练习射箭用的，你就瞄准那些靶子。皇上，您确定要往那边打？我这加特林可是范围性火力覆盖武器，子弹不长眼啊！废话，猎场就这一个方向没住人，你瞄准靶子打就行了。难道你这准斗还不如弓箭？行，皇上，这可是您要求的。等会儿要是出了什么意外，概不负责啊！爹，捂上耳朵。大楚重工加特林1号机第一次实弹射击倒计时，3、2、1。南无加特林菩萨，大慈大悲度圣人，给老子开火！停！我的万花院啊！都别摇了，再摇皇宫都没了。呼，爽。皇上什么呀？您哭什么？刚才不是您说要瞄准那个方向打的吗？我还特意加快了摇速，想给您展示一下极限火力呢。你个王八蛋！朕的假山，朕的花，300万两啊！朕要砍了你的头！这是我大楚的神器呀！这是皇上您醒醒！哭什么假山啊？您看看这威力！您知道刚才这意味着什么吗？如果那前面不是假山，而是北方蛮族的1000重甲骑兵冲锋，只要有2台，不，只要有这1台这样的神器，30个呼吸之间，这1000重甲骑军就会变成一堆肉泥，连人带马全部被打成筛子。城墙在这等火力面前，什么城墙能挡得住？重甲那就是纸糊的笑话！哈哈哈哈哈！皇上，有了此物，我大楚何止是防御？我们可以平推平北方的草原，推平西域的沙漠，推平这天下所有的不服。大楚天威将光耀万古。好砸得好！朕早就看那块破石头不顺眼了。凡哥，你真是大楚的国宝。有了这加特林菩萨，朕看朝堂上谁还敢跟朕作对？看周边哪个国家还敢不按时进攻？朕要量产，朕要造100台、1000台，把整个大楚的城墙上都给朕摆满加特林。皇上，量产不是不行，但是咱们得先把账算一算。刚才您可是亲眼看到了，这加特林好是好，就是有点费子弹。您刚才这30秒钟的快乐，是由纯手工打造的金刚弹壳、雷酸锰底火以及高纯度火药构成的，所以
它的成本造价稍微有点高。有多高？不贵，按照大楚现在的工业水平，纯手工打造一颗定装子弹的成本，包含人工费，大概是1两白银。1两，那也不贵嘛。是不贵，但是皇上，您刚才让我加速摇，我这加特林1分钟能打300发，刚才30秒大概打了150发，也就是说，您刚才为了听个像，不仅摧毁了300万两的万花院，还顺手烧掉了150两白银。如果按照您说的1000台机枪同时发火，那1分钟的军费开销就是30万两白银。一天打下来，您就可以直接宣布大楚帝国破产了。30万两！皇上您怎么了？李凡，你就是个魔鬼！太医，快传太医！皇上抽过去了。看来美妆坊的韭菜还得继续磕啊。不过，有了这尊菩萨，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在老子的射程之内乖乖讲道理。且住！哈哈哈哈哈！这难道就是大楚第一勇士？简直不堪一击，连我天狼国最末流的勇士一拳都接不住。大楚皇帝陛下，你们中原人天天就知道涂脂抹粉、吟诗作对，连你们的武将都软弱的像个娘们儿。就凭这种军队，也配占据这片最肥沃的土地？完颜拓，你休要猖狂！这里是大楚金銮殿，岂容你在此放肆？放肆！我天狼国30万铁骑陈兵边境，我今天就是放肆了，你又能如何？哼！大楚皇帝，我今天来只办3件事。第一，听说你们大楚的长乐公主天姿国色，我大哥天狼可还要了。第二，下个月初8，天狼国今年冬天遇到雪灾，大楚作为天朝上国，理应援助，我们要白银1000万两，丝绸10万匹。第三，这辆无敌青铜兽是我们可汗送给您的礼物。不过我看大楚的军队孱弱，不如你们当场派人来砸。若是连这辆车都砸不坏，大楚干脆就向我天狼国称臣纳贡吧。欺人太甚！要和亲还要1000万两白银，怎么不去抢？皇上，臣请战！老臣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要和这帮蛮子与君去奉敬。哈哈哈哈哈哈！不敢战，也不敢砸车。听说京城最近流行面膜和香皂，哈哈哈哈哈！真是一个盛产娘炮的国家。既然你们的男人只会做化妆品，那就乖乖把东西交出来，免得我们天狼起义踏破京城，把你们的皇宫变成马厩。谁说做化妆品和做杀人武器冲突的？蛮子，你的物理学的不太好啊。李凡，你小子怎么才来？回皇上，刚才在兵工厂给这宝贝做最后的硬核升级呢，耽误了点时间。师傅，加特林机身已经完工，可是这玩意儿重达600斤，放在阵地上就是个死靶子呀！敌人要是从侧面迂回，咱们根本转不过枪口。问得好，滑动摩擦的阻力太大，要让这600斤的巨兽实现360度丝滑旋转，指哪儿打哪，就必须引入现代机械的灵魂——转珠轴承万向台。王尚书，看好了，这是利用了纯粹的物理学原理，将大接面的滑动摩擦转化为小接触点的滚动摩擦，把钢球填进沟槽里，抹上最浓的猪油作为润滑剂。合拢。欧大强，推一下枪口。天哪，这简直是仙法！这铁疙瘩竟然自己滑过去了。这不是仙法，这是科学的浪漫。但这还不够，对付天狼国的重甲和青铜战车，纯铅弹容易发生变形和跳弹。根据动能定律，质量越大，速度越快，穿透力越强。上钢芯穿甲弹，这是我连夜让你们用最高硬度的钨钢打磨出来的尖锐钢芯。把钢芯包裹在铅套里面，当子弹击中青铜战车时，外层的铅套会瞬间变形，附着在装甲表面，提供极强的抓地力，防止跳弹。而内部坚硬无比的钢芯，则会在巨大的动能推动下，像切豆腐一样强行撕裂青铜装甲。这才叫真正的降维打击。你就是那个卖化妆品的小白脸？怎么，你们大楚没人了？派个娘票推着个破车来应战，车上盖着红布，莫不是送给我天狼国勇士的美女？
青铜混杂了一点陨铁，含锡量过高，导致硬度虽然上去了，但韧性极差，典型的傻大黑粗，毫无工业美感。你懂个屁！这乃是我天狼国神将耗时3年打造的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你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开着这辆车，把你这小白脸碾成肉泥？别激动啊，蛮子，你刚才说如果我能砸坏你这辆破车，你今天就闭嘴。大言不惭！别说砸坏，你们大楚要是能在上面留下一个深坑，我完颜拓今天就跪在这里叫你3声爷爷。好，这可是你说的，大家作证啊！皇上，臣准备好了，申请开火。准，给朕狠狠的打，打坏了算朕的。大楚的武将们，睁大你们的眼睛看好了，从今天起，时代彻底变了。哈哈哈哈哈！这是什么怪物？装神弄鬼，几根铁管子也想吓唬我？哼，铁管子。王尚书，供弹准备。得嘞，师傅。蛮子，你听说过一夕3600转的浪漫吗？什么？南无加特林菩萨，大慈大悲度世人，给爷碎！这是假的，假的！看明白了吗？这叫热武器降维打击。记住，真理永远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皇上，这破铜烂铁还不如我爹的铁锅好使，实在是不经打啊！好，打得好，朕要赏你黄金10000两，封你为军工部尚书。完颜拓，你刚才不是要长乐公主吗？不是要1000万两白银吗？回去告诉你们天狼可汗，和亲，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大楚的公主就是嫁给叫花子，也不会便宜你们这帮蛮子。想要银子可以，从今天起，大楚只有2种东西出口。第一种是大楚美妆坊的面膜和香皂，你们天狼国的女人如果嫌自己脸糙，可以拿牛羊马来换，只要价钱合适，朕卖给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敢还价，如果你们敢再踏入大楚边境半步，第2种出口商品加特林就会亲自送货上门，给你们天狼国所有人物理超度。滚！大楚军威，天下无敌！皇上万岁！大楚万岁！穿越古代造机枪，嘿嘿，还挺好玩的。呸！这把，这高端爽文男主的体验感满分。